你是否常常觉得家里空间不够用，东西明明不多，却总是显得杂乱拥挤？别担心，你并不孤单。收纳是许多人面临的共同课题。很多人以为收纳就是把东西叠起来，塞进柜子里，但事实上，真正的收纳是一门精深的学问。它不仅仅是整理物品的物理行为，更是一种对生活空间的规划和对物品价值的重新审视。今天，我们要打破你对收纳的刻板印象，告诉你收纳绝不只是简单的堆叠。透过掌握以下这5个关键技巧，你将能更有效地利用每一寸空间，让家里焕然一新，真正实现简单舒适的生活。技巧1：垂直空间的极致利用，向上发展的收纳艺术。想象一下，你的墙面除了挂画之外，是不是还有许多被浪费的空间？垂直空间往往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宝藏。别再只满足于平面上的堆叠，将目光向上延伸，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收纳世界。善用高层架和层板，无论是客厅、卧室还是厨房，安装高层架或层板都能有效地增加收纳面积。你可以根据物品的高度和种类，灵活调整层板间的距离。例如，在客厅的墙面上钢几块造型简约的层板，可以摆放书籍、装饰品，甚至是小型盆栽，既美观又实用。在厨房里，高层架可以收纳不常用的锅具、餐具或干货，台面保持清爽。壁挂式收纳的妙用，各式各样的壁挂式收纳工具是解放台面和地面空间的利器。例如，壁挂式的调味料架可以让你的厨房台面不再杂乱无章，壁挂式的鞋架可以让玄关地面空出来，不再堆满鞋子。甚至在书房里，你也可以利用壁挂式的收纳盒或文件夹来整理文具和文件。高柜和顶天立地柜的强大收纳力，如果你的空间允许，不妨考虑添置高柜或顶天立地柜。这种柜子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垂直空间，提供惊人的收纳容量。你可以将不常用的物品收纳在高处，常用物品放在方便取用的位置。顶天立地柜更能与墙面融为一体，视觉上更显整洁宽敞。垂直收纳的注意事项：承重安全。在安装层架或壁挂式收纳工具时，务必确保墙面的承重能力，选择合适的安装方式和配件，避免因超重而造成危险。取用便利性。考虑到高处物品的取用不便，可以搭配使用收纳盒或带有拉手的篮子，方便拿取和整理。视觉平衡。虽然要充分利用垂直空间，但也要注意整体视觉的平衡，避免过于拥挤或头重脚轻的感觉。可以适当留白，或搭配装饰品来缓和视觉效果。透过将收纳的视角从平面转向立体，你会发现家里的空间瞬间大了不少。垂直收纳不仅能增加收纳容量，还能让空间看起来更有层次感，更具设计感。技巧2：化零为整的艺术，分类与分区收纳的魔力。你是否经常为了找不到某样小东西而翻箱倒柜？凌乱的抽屉和柜子不仅浪费空间，更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。化零为整，将零散的物品进行分类和分区收纳，是提升空间利用率和生活效率的关键。明确的分类标准。在开始收纳之前，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所有物品进行分类。你可以根据物品的种类，例如衣物、书籍、文件、厨具、杂物等，使用频率，常用、偶尔用、不常用，或使用者、个人、家庭成员等标准进行分类。
明确的分类标准是后续收纳的基础。灵活的收纳工具，选择合适的收纳工具是实现分区收纳的关键。收纳盒和收纳篮，不同尺寸、材质和款式的收纳盒和收纳篮可以帮助你将同类物品集中收纳，避免散落在各个角落。透明或带有标签的收纳盒能让你快速找到需要的东西。抽屉分隔板，抽屉内部常常是最容易变得混乱的地方。利用抽屉分隔板，你可以将抽屉划分成不同的区域，分别收纳袜子、内衣、领带、皮带等，让每个物品都有自己的位置。文件夹和文件盒，对于文件、资料和票据，使用文件夹和文件盒进行分类归档，可以让你的书桌和办公区域井井有条。真空压缩袋，对于换季衣物或不常用的被褥，真空压缩袋可以有效地压缩体积，节省大量的收纳空间。建立清晰的分区，根据物品的种类和使用习惯，在家里的各个区域划分出不同的收纳空间。衣柜可以分为悬挂区、外套、衬衫、洋装、叠放区、毛衣、T 恤、抽屉区、内衣、袜子、配件区、围巾、皮带等。厨房可以分为餐具区、锅具区、调味料区、食材区等。书房可以分为书籍区、文件区、文具区、电子产品区等。分区收纳的注意事项。标签化管理，在收纳盒、抽屉或层板上贴上清晰的标签，标明内部物品的种类，方便快速查找。养成物归原处的好习惯。减弹性调整，随着生活习惯的改变和物品的增减，收纳方式也需要适时调整，保持其高效性。定期整理，定期检查各个收纳区域，清理不再需要的物品，避免物品过度堆积。透过分类和分区收纳，你可以让每一件物品都有其归属，不仅能节省空间，更能提升生活的便利性和舒适度，让你不再为找不到东西而烦恼。技巧3，看不见的空间也要充分利用缝隙和边角的收纳潜力。家里总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缝隙和边角空间，例如冰箱和墙壁之间的缝隙、柜子和墙壁之间的角落、床底的空间等等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地方，其实蕴藏着巨大的收纳潜力。缝隙收纳架，针对狭窄的缝隙，市面上有很多专门设计的缝隙收纳架，例如窄型的推拉式收纳架可以放在冰箱和墙壁之间，收纳零食、饮料或清洁用品。多层的缝隙收纳柜可以放在洗衣机旁边，收纳洗衣液、柔顺剂等。转角收纳的智慧，墙角的空间常常被浪费，利用转角收纳架或转角柜，可以有效地利用这些闲置空间。例如，在厨房的转角安装一个旋转式的调味料架，可以方便取用各种调味料。在客厅的转角放置一个三角形的层架，可以摆放书籍或装饰品。床底收纳的魔法，床底是一个非常大的隐藏收纳空间，你可以使用带有拉链或盖子的收纳盒，收纳换季的衣物、被褥、不常用的书籍或玩具等。选择带有滚轮的收纳盒，可以更方便地推拉取用。门后和墙面的延伸利用，门后和墙面也是常常被忽略的收纳空间。门后挂钩，在门后安装挂钩，可以悬挂衣物、包包、毛巾等。洞洞板，洞洞板是一种非常灵活的收纳工具，可以根据需要搭配不同的挂钩和配件，
收纳工具、厨具、饰品等。缝隙和边角收纳的注意事项：尺寸精确。在选择缝隙收纳架或转角收纳工具时，务必测量好空间的尺寸，确保其能够完美贴合轻便物品为主。由于这些空间通常较为隐蔽或取用不便，建议收纳重量较轻、不常用的物品，保持整洁，定期清理这些角落，避免灰尘堆积。善用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缝隙和边角空间，可以让你家的收纳容量瞬间提升，让原本看起来无法利用的地方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价值。技巧4：多功能家具的智慧选择，一物多用的空间魔法。在寸土寸金的现代都市，选择具有多功能的家具是节省空间的明智之举。这些家具不仅能满足基本的使用需求，还能提供额外的收纳空间，让你的家更具弹性和多样性。沙发床和储物沙发。沙发床在白天是舒适的沙发，晚上可以展开变成床铺，非常适合小户型或偶尔有客人留宿的家庭。储物沙发的底部或扶手通常设计有收纳空间，可以存放书籍、遥控器、毯子等。带有收纳功能的床，许多床的底部都设计有抽屉或可以掀开的储物空间，可以收纳衣物、被褥或不常用的杂物。这种床既实用又不占用额外的地面空间。可折叠和可伸缩的家具。折叠桌椅、伸缩餐桌等家具可以在不需要使用时收起来，释放出更多的活动空间，这对于空间有限的家庭来说非常实用。多层次的收纳柜和组合家具，选择具有多个抽屉、层板或隔间的收纳柜，可以更有效地分类和收纳物品。组合家具可以根据需求自由搭配和组合，充分利用空间。多功能家具的注意事项：质量和耐用性。选择质量可靠、耐用性好的多功能家具，确保其能够长期使用。操作便利性。考虑家具的变形或展开是否方便快捷，避免因为操作复杂而降低使用频率。风格搭配。选择与整体家居风格相协调的多功能家具，保持空间的美观性。透过选择具有多功能的家具，你可以将一件家具的功能最大化，减少对额外收纳空间的需求，让你的家更加宽敞和灵活。技巧5：断舍离的终极智慧，为空间减负的根本之道。前4个技巧都是关于如何更好地利用现有空间进行收纳，但从根本上解决空间不足的问题，还需要我们学会断舍离。断舍离并非简单的丢弃物品，而是一种重新审视自己与物品关系的生活态度。重新评估物品的价值，问问自己，这件物品我多久没有使用过了？它对我来说真的重要吗？它是否还能为我的生活带来价值？对于那些长期闲置、不再需要或已经损坏的物品，勇敢地说再见。设定明确的舍弃标准。可以设定一些明确的舍弃标准，例如1年以上没有使用过的衣物、过期的食品和化妆品、重复的物品、不再喜欢的装饰品等。循序渐进地进行。断舍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不必急于求成。可以从一个抽屉、一个柜子开始，逐步清理整个家，分类处理舍弃的物品。对于不再需要的物品，可以根据其状况进行不同的处理。捐赠。将保存完好但自己不再需要的物品捐赠给有需要的人。出售。将有一定价值但自己不再使用的物品通过二手平台出售。回收。将废弃的纸张、塑料、金属等进行回收利用。丢弃。
对于无法再利用的物品，果断地丢弃，建立不再囤积的习惯。在清理完毕后，更重要的是建立不再囤积的习惯。在购买新物品之前，仔细考虑是否真的需要，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和堆积。断舍离的好处，释放空间。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让家里的空间变得更加宽敞和整洁，减少烦恼。当物品减少后，寻找和整理物品的时间也会大大缩短，减少生活中的烦恼，提升生活品质。一个清爽整洁的居住环境能让人感到更加舒适和放松，提升生活品质。重新认识自我，断舍离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审视自我需求和价值观的过程，帮助我们更了解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断舍离是收纳的最高境界，只有学会放下不必要的物品，才能真正为生活空间减负，让有限的空间发挥出最大的价值。收纳绝非简单的堆叠，而是一套系统性的方法和生活哲学。透过掌握垂直空间的利用，分类分区收纳，缝隙边角的挖掘，多功能家具的选择以及断舍离的智慧，你就能有效地提升空间利用率，让家里变得更加整洁舒适。这不仅仅是整理物品，更是整理你的生活，让你拥有一个更轻松、更简单、更美好的生活。现在就开始行动起来，运用这5个技巧，重新打造你的居家空间吧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原来你的家可以如此宽敞舒适。